Hello， 金牛座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這個影片呢，是給金牛座的朋友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哦。那我們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呢，沒有任何時間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呢你剛好不是在我們首播的時候看到這一則影片的話呢，我會建議你以當下的月份或前後推敲一個月的時間，通通都可以哈。影片下方資訊欄有詳細的影片使用說明。那當然呢，我也相信什麼時候看見就是最適合你的時間，所以你也可以不需要拘泥這些時間點的問題哈，你就好好享受這些訊息要為你帶來的協助，這樣就可以了哈。好，那我們一樣呢，在開場的同時會有12星座的這個開場的這個生活小貼士，提供給大家作為一個簡單的參考。OK， 首先呢，第一個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我會感覺哈，你最近呢特別喜歡吃跟這種我要怎麼講呢？這蠻特別的哈，有點稠的東西有點關係哈，比如說什麼八寶粥啦，或者是什麼什麼糯米啦哈，或者是麻糬啦哈，就是這種東西是有黏的哈，就是它的特性就是有點稠的哈，有點彈性的這種感覺哈，這種東西都會是你在這個月份你特別會想要去吃的一些小零嘴啦，或者是這些特色的菜肴 OK 哈。然後像比如說山葵啦哈，不是山葵，那山葵吧？對，山葵或者是像那不是山葵，秋葵跟山藥 OK 哈，像這種黏的这種這個蔬菜哈，你也會很喜歡。OK 哈，好，那第二個呢，要給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的開場訊息是，最近金牛座的朋友們，你們家應該會去買電視哈，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看到一個電視，像一個電視的包裝盒 ，OK， 有可能最近你們家剛好就換了新電視，然後呢，也有可能最近你只有在研究這些你準備要換的這些家電，但是我很明顯看到是電視，那當然它也有可能是一個電腦螢幕或者是一個 iPad 哈，因為它就是像是一個螢幕的包裝盒 ，OK 哈，好，那第三個呢，要給這個金牛座的朋友們的開場訊息是呢，金牛座的朋友們，你最近呢特別適合跟這種紫羅蘭的顏色哈，就是淺紫色呢，或者是稍微再深一點點，帶一點藍呢，也都可以 ，OK 哈，你可以跟這種顏色呢去做這種服裝啊、飾品啊、水晶啊，或者是一些生活小配件做一些搭配，我覺得會讓你在這個月的一些想法上面啦，或者思考的過程當中會蠻有幫助的，而且你心情呢也會變得比較平靜一些 ，OK 哈，好，那以上呢就是你的開場幸運小天使，我們就準備進入到這一次你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了哈。首先呢，這個月份你的挑戰牌卡是權杖9，那這3組能量牌卡分別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能量場。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事件是寶劍騎士。OK 哈，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樣的訊息，希望透過傳訊者我來告訴金牛座的朋友們好嗎？那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感受你能量場上面的呈現跟細節哦。好，請稍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收看我的影片。為了提供給大家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維手術室社群，想要邀請你一起來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那在社群裡，我將會帶領大家一起練習思維改寫，並且提升自我認知，讓你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挑戰有更強大的底氣以及過人的應變能力。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就會看到思維手術室的社群連結以及入群步驟的說明影片。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吧。OK， 好，行。金牛座的朋友們，你的故事非常淺顯易懂哈，意思就是說呢，我覺得你不會再壓抑你自己，你會為了就是去爭取而為自己就挺身而出哈，我覺得這有點像是你這個月的一個主軸哈。那當然，新來的朋友，我先跟你說明一下哈，你可以自行把這些狀況對應在你生活交所相關狀況、人事物、世界、夢想或目標，甚至是關係跟創業項目都可以。影片下方資訊欄有詳細的使用說明。那當然，我的所有的影片沒有主題上面限制，角色可以互換，也沒有時間上面的問題哈。好，來，首先呢，我先給你看一下這個寶劍1跟這個女皇牌卡，還有這個寶劍7哈。這個寶劍7加寶劍1哈，象徵的就是寶劍8。我個人會感覺呢，這個女皇牌卡呢，給我有一種感受，就是說，在跟你交手的這個人數，我覺得你是對他非常包容的 ，OK 哈，甚至有時候你會有一點點犧牲你自己 ，OK， 就像這個媽媽呢，她一定會照顧她肚子裡面的小朋友嘛，哈，所以她吃什麼可能會顧慮到她做什麼會想說會不會影響到胎兒哈，你的心態跟你的狀態就是對這個人數就是有點這樣的感覺，但是呢，來到這邊呢，有一個寶劍7加寶劍1哈，這象徵的是一個寶劍8，但是呢，我必須要告訴你哈，好就是好在呢，這個跟你交手相關狀況人數，它是有方法可以
可以解套的。因為如果它今天是單純的一個宝劍8，代表說你會在我剛剛講的這個狀況當中受困，你可能會走不出來。但是呢，現在當它是分開的時候，你就會開始這個狀況反而會是反過來哈，你會去思考說，我一直要這樣子嗎？好，我可能要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我是不是不應該再這樣子？如果再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會背叛我自己、犧牲我自己、消耗我自己，或者是內耗我自己？這個就是寶劍7的能量。所以你的腦袋哈，我覺得那個紫色能量場可能就是要幫助你去思考這個東西。就是我總覺得哪裡不對勁，可是我自己可能看不出來，或者是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我朋友可能就會講說他一直都在利用你啊，難不成你都看不出來嗎？是你一直在幫他說好話。這個呢，就是開始讓你去思考，這個跟你交手相關狀況人數，你要不要用相同的方法持續的去跟他做一個維持關係啦，或合作項目啦等等之類的哈，你們就自行靈活運用。因為來到現階段能量場，你抽到的是權杖10，抽到的是戰車牌卡，抽到的是世界牌。OK，這3個牌卡我覺得算是壓倒你最後的3根稻草啊。為什麼會這樣講呢？首先呢，你在這邊思考的時候，那這個時候是還在腦子裡想嘛，還在腦子裡轉嘛啊。那這個權杖10呢，是開始在現階段能量場，你已經意識到了哦，原來我這麼做會引發我要承擔這麼多的結論，這麼多的結果，這麼多的一些有的沒有的哈。這個就是你，就是說你在現實生活當中已經開始看到了，這件事情好像開始有點反撲的效果了。然後呢，最重要的是呢，這邊有一個戰車牌卡，就是說這個跟你交手相關狀況人數，好，即使你用這樣的方法對他，即使你可能甚至跟他繼續處在這種關係或者一個合作或者是這個公司當中，但你會發現你的人生、你的狀況哈，就是說你的目標、你的人生好像沒有向前移動的感覺，因為這2匹這個戰車的馬哈是坐在地板上休息的。意思就是說，我想要出去奮鬥，想要得到我的目標，或者是比如說我想要生活變得更精彩，或者是什麼地方更優化，很奇怪了，這個跟我交手相關狀況人數就是會影響我這個動力推不出去。原因是因為呢，這條蛇呢，它是圍繞在一顆蛋上面的，象徵的意思就是一個守舊的意思。就是說，我不允許誰來碰我的世界，哈，就是說，就像那個蛇會保護它的這個蛇蛋嘛，哈，所以它會有點像說，你不要靠近哦，你靠近我就咬你哦，咬你就會中毒哦 ，OK 哈，所以呢，這張牌卡呢，我個人會感覺，除了就是說你會受困在這個舊有的世界，你覺得說這樣很不舒服啊，因為你這個蛇哈，有點像是這個蛋就像你哈，這個蛇就是這個人事物，它好像緊緊的把你捆在這裡，它可能也不想要你改變，因為你改變對它沒好處嘛，是不是這樣講，對吧？那它也會有一種像是用慾望的方式把你困住，所以這個跟你交手相關狀況人數在金牛座的朋友們這邊呢，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哈，這個人可能非常懂你的弱點，或懂你的慾望在哪裡，或者是懂得用什麼方法可以跟你做一個交換哈，或者是呢，你的軟肋在哪裡，這個人是有點一清二楚的哈，這個跟你交手人事物，所以相對來說呢，你就開始意識到說，這個人好像會對我 PUA 哈，或這個人好像會用什麼權衡利弊的一些遊戲哈，讓我好像就是默默的奇怪，好像被洗腦了呢，這個就是有點類似這個世界牌卡的這個狀況，所以你在這裡呢，應該是已經看到一些現狀，所以你的挑戰牌卡才會是在這裡是一個權杖9。這個權杖9象徵的意思就是說，你到底要不要為你自己付出行動？即使在這邊想了很多，或你已經看到這些現狀，你已經看到你的生活不如意，你已經看到你可能要承擔的所有東西，你能不能夠勇敢的自己為自己向前 ？OK， 而不是在獨自一個人承擔這個大局。OK， 或者是自己在那邊瞎忙哈，可是他們可能沒有感謝你，這個就是你的挑戰牌卡，你能不能夠為自己站出來？那為什麼會說很好的原因，是因為你會為自己站出來，在後面 OK 哈，因為在後面呢有一個塔牌，有一個權杖7，然後呢這邊呢還有一個錢幣6，意思就是說在這裡應該會有一個事件，會有一個狀況發生，也就是這個塔牌發生之後呢，接下來呢你就會開始跟這些跟你交手相關狀況人數哈講這個錢幣6，錢幣6的意思就是說，好啊，我現在不高興了，他就說你怎麼變了哈？金牛座朋友們，你以前不是對我很好嗎？你怎麼今天怎麼突然變得怪怪的哈？還罵我，還兇我這樣子 OK？ 平常出去吃飯不是讓你付錢嗎？今天怎麼就變得好像有點小氣哈？說什麼我們要 AA 制哈 OK？ 這個呢就是讓你開始去思考，你就覺得說，我覺得這樣子對我來講比較舒服哈。但當然我剛剛是舉一個小的例子，但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思考，什麼東西要平衡，什麼東西要對等哈。這個就是在未來狀況當中你會開始做一個轉變的地方。好，第一步，第二步這邊呢，這是一個權杖7，權杖7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你開始不想再去背負這些人給你的包袱哈。權杖7象徵的就是說，你應該是一個成功人士吧，對不對？出去吃飯你付點小錢，你在計較什麼，對吧？你平時不是仁者多勞嗎？哈，那你既然仁者多勞，你應該多做一點嘛，哈。這個就是這個下面的權杖6 ，OK。所以你現在開始拿着這個這叫什麼盾牌哈，跟這個權杖哈，有點像是在跟他們對抗，說我不想再披上你們為我穿上這個什麼英雄的盔甲哈，或者是呢美其名給我一個什麼名目哈，讓我要去做這件事情哈。所以在未來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的事情是寶劍騎士。寶劍騎士的意思就是說，你會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並且為自己而戰。
OK 哈，所以我覺得這個對你來講是一個蠻好的轉變哦哈，金牛座的朋友們。好，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用這個宇宙驗證牌卡來驗證一下呢，剛剛呢我要跟你傳遞的這些訊息的能量場還有一些內容。那等一下呢，我們會再抽一張牌卡哈，也就是這個那叫什麼天使跟宇宙要給你的額外補充訊息，好吧？我們來看一下，等一下最後還有什麼額外的補充訊息，好嗎 ？OK 哈。好，就這樣。他們說這樣就夠了。他們說，因為你的你這一次的故事線很簡單，你如果知道我在講你哈，你就已經知道這個訊息是給你的。來，首先在過去的狀況當中，你抽到是 Judgment， 抽到一個寶劍七。你不要忘了，你的寶劍七是實實在在的驗證你的寶劍七。OK 哈，所以我才會跟你講哈，你這個受困的能量場是有機會被解套的。但是呢，你要去想哦，這些跟你交手的相關重要人數，他們會不會反而是讓你在這裡受困的因素之一？這個他們要我提醒你，為什麼呢？因為在這裡有個 Judgment 的意思就是說，請你回去看我剛剛第一副解牌在解釋這裡的意思哈，你自己應該要對這個狀況去下一個評判，你懂我意思嗎？他們說你不要讓交由別人來決定你自己的人生，你要自己去下一個評判，因為在這邊呢，這有一個寶劍四在這，寶劍三在這邊 ，OK， 你不要為了說我不想要傷心哈，所以我想了一想說，還是讓他們來決定我人生，還是讓他們來影響我的這個決定哈。他們要我跟你講哈，那這樣子你這一輩子呢，都會把你自己人生要走的這個走向哈，按照別人幫你安排好的這條道路上，你就去走了，你懂我意思嗎？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走什麼不知路，你懂我意思嗎？哈，所以他們說你應該要有一個判斷能力，要有一個審判的能力，要有一個能夠公正客觀去看待這個人事物的能力。這個就是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呢，我們剛剛有講了，這個東西已經慢慢浮現了，因為在過去的能量場你在思考嘛。是不是這樣說？審判就是在思考嘛？我覺得我應該要怎麼樣去判別，怎麼樣去判決，怎麼樣去判定，就是這個 judgment 的意思。OK 哈，好，那來到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我們有講了哈，你的命運之輪跟這個吊人牌卡呢，還有這個錢幣國王呢，哈，都在這裡。OK 啊，對不起啊，這是一個對錢幣國王。OK 哈，好，為什麼我會跟你說呢？他們要我跟你講哈，這個哈叫做命運的翻轉就在一線之隔，你要停滯呢，還是你要翻轉你的命運？這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你就說可是他們好像也沒有很差啊，但是萬一他們講的真的就是跟如同我所想的一樣，我可能不會成功，那要怎麼辦呢？哈，所以在這裡我才會跟你講，你這個動搖哈，就會在現階段的能量場開始。可是呢，你也要去思考，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邊承擔重責的話，那你要不要走到這個權杖九去挑戰一下，為你自己而戰？所以呢，這個命運之輪的意思就是說，在這個中間的過程當中，你要卡在這個現狀，還是你想要翻轉這個命運？因為在這裡呢，有一個錢幣國王，錢幣國王像這個意思就有點像是你要下好離手啦，就是說你是想要把你的命運呢壓在這個命運之輪的翻轉上面，還是說要壓在這群不能動彈的人數上面？好，這個就是你的驗證牌卡。所以呢，在這裡呢，你的挑戰牌卡是錢幣一，然後這個呢是權杖九。OK 哈，這個就是要告訴你，像我剛剛講的，你到底要把錢幣國王手上這一顆錢幣，你到底想要壓住在哪裡？那你一旦壓住成功之後，或你壓住這個決定之後，就下這個賭注之後你就會起身為自己而戰，因為你要去想，你已經壓住下去了，你不可能不站在你自己那一邊，你懂我意思嗎？所以呢，在未來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的事件是寶劍四。那這個寶劍四呢，跟你在過去這邊有一張牌卡就是跑去哪裡了？他剛剛去哪了？在這裡哈，就是剛剛我丟在地板上這個寶劍四哈，在這裡哈，我就他們幫我決定吧，我不要決定好了，那就讓他們來影響我吧，因為他們的想法可能比我好哈。他們有我跟你講哈，金牛座的朋友們，這一張寶劍四在這裡要告訴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說這個寶劍四不是讓別人來決定，而是這邊有兩隻寶劍二，這邊有兩個寶劍二哈，這個叫做互相對立。你看到這個人很累，躺在這邊好像精疲力竭一樣。他們有我跟你講，不要害怕互相對立，有些時候你的人生的轉變正是因為對立才開始。OK 好，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額外的補充訊息要給我們金牛座的朋友們，好吧？好，來，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哈。這個是這個 flower power OK 好，來這個你注意看它是一個花仙子哈，這邊呢拿着一個可愛的小籃子，這個是幹嘛呢？這個是露珠 OK 哈，他沒有跟你講一件事情哈，這個呢是要告訴你哈，你去想他為什麼要拿這個露珠放在這個鮮花上面哈，就是會讓它灌溉，讓它滋養 OK 哈，他沒有跟你講哈，你非常的單純，他沒有跟你說哈，不是說你單純到像一個孩子或者是什麼沒什麼心機哈，腦袋空空一片空白，不是那種單純哈，就是說你這個人呢會這樣子做這個女王牌卡哈，去滋養啦，去照顧啦，去顧慮這些東西，那是因為你很善良。正是因為很善良，你的善良要有點鋒芒 OK 他們說你自己一直拿自己籃子裡面的水說你口渴是吧，來我給你一顆你想要跟我借錢吧，來我借你一顆，你懂我意思嗎？他們說你的初心是想幫助別人或替別人着想，這都很好，這是你的善意，這也是你的，我們覺得這是一個你的特質。但是他沒有告訴你你注意看這籃子裡面就是那麼幾顆，你如果把這些東西都給了別人，那你給自己什麼？這個他們說你要去思考一下，當你在給予的過程當中，你要能夠
不能說精打細算哈，他們叫我不要用這字，但是他們說你要能夠知道你在付出什麼東西。OK 好，這個就是在未來你的這個錢幣流，這個錢幣流就是你手上的這個珠珠。OK， 你注意看哦，這個錢幣流你看哦，剛剛好1、2、3、4、5、6就在你的籃子裡，你的籃子裡就剩6顆錢幣了。接下來你要怎麼樣去分配？這個對你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上面的考量。OK 好，那以上呢，這個就是個金牛座的這一次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那我希望呢能夠對應到你的故事，如果有的話，也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我都會去看你的影片，好嗎？也希望呢這一次的這些資訊能夠為金牛座的朋友們帶來一點點的幫助，也非常感謝金牛座的朋友們來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會喜歡。那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嘍，拜拜。